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马上为各位介绍这些加入的节目来宾。第一位，文化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汪哲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看到现在川普啊，是不是姿态放软啊？放得有多软啊？他认为啊，现在中国啊145%的关税太高哦，松口说会大幅的下降。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145% is very high, and it won't be that high. It's not going to be that high. It'll come down substantially, but it won't be zero. It used to be zero. We're going to be very good to China,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听完这段话呢，感觉好像川普的态度有点放软一点点，但是他是真的放软，还是他有刻意在摆出一些架子出来呢？我们实际带你来看啊，他怎么说？他说中国啊必须跟美国达成协议啊，否则他们无法在美国做生意。言下之意，好像还是有点架子在哦。他们说希望呢，美国希望他们能够参与。如果中国不达成协议的话，美国将会设定一个好的协议，而这个协议呢，会让所有人感觉到非常公平。所以大家觉得说，你看似身段放软，实质摆出架子，会不会是川普在盘算，继续在玩这一局呢？那现在呢，大家都说啊，这个美国对中国缓和啊，但是他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却不这么说，他说，不追求脱钩，那川普呢预计谈判不会硬碰硬。好，说如果关税战打下去呢，双方都无法接受啊，大家会血流成河的一片啊。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啊，说是不是要赶快找到两大经济体的一个缓和紧张的局势之道，要持续走下去。但问题来了，现在美中和谈的时程出炉，那关税僵局是不是有解呢？现在美国的财务部长也说，达成大规模的协议可能需要2到3年，我看得出还是有一段的时间需要等待，这时间点还蛮长的。那这个川普的关税战呢，会不会这个进度条更新呢？现在白宫放话说，跟中国谈得还不错啊，因为传出说白宫表示跟中国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还说川普本人正在为协议铺路。不过呢，是不是真的跟习近平通了电话？发言人是语带保留，说目前没有资讯可以提供所以看得出来，白宫好像也在玩两面手法。这话呢也讲到一半而已。那现在问题来了，川普呢松口会这个大幅下降关税，现在中国的外交部也回应了，说一边说要跟中方达成协议，一边又不断搞这个极限的施压，这不是跟中方打交道的这个方式所以大家就说，那川普上任之前呢，中国是不是早有布局了？因为我们看到这几天的这个百度热搜上面大家这个反映出来中国民众的这个民情，说这个包括了川普上任之前呢，中国早有布局了。哪些布局呢？带大家来看包括大豆进口是不是已经归零了？那另外还有其他3项产品呢开始降低了这样子巨减，因为这个日经的中文网就报道说，从川普第一任的贸易战之后，中国就已经开始降低美国进口的大豆比例。原本呢是2017年还占了40%，2024年呢已降到2%。那2025年呢1月呢，就今年已经归零。那中国要转向跟谁呢？跟巴西这些国家来采购大豆。那另外几个产品呢，包括了这个小麦美国的小麦呢，过去占了总量17%，包括了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占了5%。但3月的时候，在关税战之前，这双都已经归零了。那再来看到就是棉花的部分，棉花呢，其实去年的进口量大概有30%左右，但是在今年3月的时候呢，进口量大减90%。第一季呢，仅占去年同期1%。那巴西的棉花呢，已经挤下美国拿到第一了。所以其实看出来，中国看起来可能在这几项当中，是不是有提早布局的一个感觉？另一个看到就是飞机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波音的飞机那是不是中国退订的波音飞机之后呢？现在波音还撑得住吗？现在传出说波音传3000亿卖了核心业务，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们波音说法是说，未来将保留数位航空中心的这个资料处理能力，持续呢为商用跟军用客户来提供维修，包括诊断、机队的管理服务。那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一波的关税影响，才逼得让波音开始要转卖核心业务呢？这个大家可以再继续看下去。那另一个部分呢，包括现在中国他也希望说，那其他的国家是不是也要跟美国来进行一些切割包括这个再掐住一些美国的咽喉。现在传出中国大陆呢要求韩国企业停止向美国出口稀土的制品不是稀土，而是稀土制品什么意思呢？包括像这个电力的变压器，包括电池，包括显示器包括电动车这些东西，稀土矿物均为这些产品的关键原料，所以通通禁止
这个掐住了美国的这个咽喉。那另外呢，可以看到，前几个礼拜呢，包括了黄仁勋还访问中国大陆，大家也解读说，是不是黄仁勋对中国大陆也释出了一些善意？但是问题是，现在你能阻挡得了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些企业自己研发晶片的一个趋势吗？包括了这个魏小李什么叫魏小李呢？未来小鹏、理想这些新能源的车厂曾经是辉达的这些核心客户，现在这些企业在干嘛？加速转向自制的研发晶片来摆脱对辉达的依赖所以人家现在不怕你了，人家现在反而自己自制研发。所以呢，现在大家都说，那美国这批关税打下去，对美国有好处吗？美国到底赚了多少钱？大家也在看。那这个包括了这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人员就直接说了，是白宫吹牛皮政府的净税收将会大减，没有像过去刚预估的这么高，你可能会远低于川普跟他顾问前之间的一些评估，这些估计没有像川普的顾问估计的这么高。那到底是民众最想知道的是这个关税战到底要搞多久？因为现在看起来，连美国自己内部的民众也受到一些影响了。你看美国企业的员工哇不得了了。感觉快要失业这一波打下去，连美国人都反弹了说这个员工害怕失业了，小企业主也害怕破产了，所以看得出来，现在包括美国的人民也感受到自己好像快活不下去的感觉了。那《纽约时报》就报道说，川普的贸易战摧毁亚太布局，现在很多的盟友开始望向中国。那包括了英国的地缘政治的分析家就指出说，这将几乎肯定把这些国家进一步推向中国，增强中国的政治跟经济，乃至于军事地位，削弱美国在二战之后的亚太建立起来的包括经济还有军事同盟。好，我们今天请教邱毅委员，邱毅委员怎么看？川普是真的放软吗？怎么感觉好像又在摆架子川普在做戏啦，他在装在摆架子。在装关税战打下去，到中美到底哪一边比较急，哪一边比较撑不下去？我们来看最新热腾腾的数据。是昨天国际货币基金会 IMF 刚刚出来新的预测报告，美国原来预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2.8%，现在被调降到只剩下1.7%。你看这个调降的幅度大不大？可是反过来，中国原来预测是4.5%，竟然微微上升到4.6%。中国反而还上升。对，但是这个0.1%可能是统计的误差，是基本上中国是持平，而美国是大幅下降，超过了1/3的幅度。而且呢 ，IMF 的经济学家他们经过了预测的模型以后，得到的结论是，美国今年会衰退的可能性差不多是40%到50%。而在前些日子，高盛，全世界最大的投资银行高盛的预测，美国今年会衰退的可能性50%到60%。是，而 IMF 前任的已经退休的首席经济学家讲得更狠，他说，如果美国川普不撤回这个关税战的话，最后美国会衰退，而且连累全世界都衰退的可能性多少？100%。所以你想想看，到底谁在急呢？好，那就我所知道的，川普到底有没有跟习近平通上电话？我所了解的是没有。对，但是川普底下的像贝森特是确实有打电话给中国大陆的副总理何立峰，也就是原来的国家发改委的主任。然后呢，负责谈判的贸易总代表格里尔，确实有透过管道打电话给大陆的商务部长王文涛，但是有接触，是没进展。所以白宫所谓的说，哎呀，中美之间在整个贸易的谈判上大有斩获，说实话是吹牛的，也是安慰美国人民的。好，那至于记者在追问说，哎，到底怎么接触？白宫的发言人真的不敢再说谎下去了，就没有资讯可以提供。对，好，那这一个为什么说谁撑得比较久？刚才谈的是现在的数据，那我再来讲讲刚才主持人特别提到的，因为经过了2018年第一次的中美贸易战以后，
中国早就做好了一些准备。是我常讲叫8年磨一剑嘛，现在已经做了什么准备呢？第一个，整个对美国在出口市场上的依赖，2018年的时候是25%，现在降到只剩14.7%。而就个别的产品来说，像刚才讲的大豆，这是很快的，就从美国的豆农转移到巴西。是牛肉呢，由原来美国转移到巴西、阿根廷、乌拉圭，还有澳洲、澳大利亚跟纽西兰。那至于很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原来也高度依赖美国，但是现在基本上已经转移到对澳大利亚、对俄罗斯，而且最近跟阿联酋也签了合约，跟卡达尔也已经有了接触了。再加上这一次习近平到马来西亚，跟马来西亚在液化天然气上也有了一些协议，所以基本上整个出口市场的转移非常的快。好，最后我谈一件事，是，川普本来说，如果课了关税，美国的关税收入会大量增加，财政赤字会大量减少。结果呢？事实上，经过了这一折腾，美国真正得到的关税收入，依照美国海关总署的资料，差不多减成只剩1%。你可以想想，因为很多的国家现在不选择把产品销进美国了嘛，那你关税就收不到了嘛。是，所以川普在这一场关税战，现在人家说空洞派的七伤拳是杀敌10000，自损8000。我认为川普这一次是杀敌3000，自损3万。是，好，请教彬哥。川普，我倒不觉得他现在开始怂，他只是，这个是他在商场上常用的招数，先摆很近，很近摆不过你没反应在，那我就假装好像摆软一点姿态，看你会不会有回应。老招了，对，然后如果你还没回应，他可能又要变硬。是，对啊，他就是这样一直来来去去，反反复复，变形虫了哈。这就是川普习惯性的手段。因为大家要注意，这个人不像一般的政治家，一般政治家会讲求体面，是讲求说，国格我必须什么东西可以做，什么东西不能做，还有原则，对不对？对，川普没在管这件事。是，川普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我达到最有利的位置，我就这样做。至于丢不丢脸，那是你家的事，他根本不在乎。我甚至一直在怀疑，他刚好趁这个机会跟他的朋友在大炒股票。哦，刚好公开炒股就对，趁机赚一波，是不赚白不赚啊。对啊，不然的话应该赚蛮大的哦。对啊，以他身为一国总统，而且他不是第一次当总统，是，然后他又是经商这么多年，他会不知道他一句话会引起股市上下震荡吗？他绝对知道了嘛。是，可是他还是要这样讲，我觉得他是有他的目的在，他刚好趁这个机会趁机捞一笔。那可是贝森特讲的，老实讲听听就好，说什么已经有什么很好的进展啊，什么东西不会硬碰硬，我根本不认为他们有什么进展。我讲他的话，因为都还早，是现在双方其实都是在试探的阶段。在试探双方手上到底有多少牌，有多少筹码，你愿意拿出多少筹码？我觉得都还在试探当中。所以他后来讲了一句实话，可能要持续2-3年。所以我觉得他不小心露出这句话，就表示这一个动荡的时期可能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是，所以我不认为说川普现在已经跟习近平取得了结束，双方现在都还在互相在试探，在互相的探寻而已，我觉得时间还早。那川普有没有怂？我觉得还不到他真正怂的时候，他真正怂是另外一种表现。那可是呢，中国大陆这一次就好像刚刚委员讲的，因为这不是被你突袭，他早就知道你要来这一招了，是你还没有上任我就知道了，所以他一直在积极准备。在拜登的时期他就已经准备了很久，那更不要说现在。那我觉得这次没准备的是谁？没准备的是川普。川普以为他还可以跟以前一样呼风唤雨，我叫你这个跟我谈判，你就要跟我谈判；我叫你退让，你就要退让。是，结果他发觉现在情况不对了，不止中国大陆不听话，现在欧盟也不听话，日本也开始强硬起来了。好多国家奇怪，突然之间都不太买单了。有人说了，是我们台湾做了错误示范，因为台湾一下就软了，让川普误判，以为全世界都跟台湾一样，我们变成对照组就对了。对，所以是我们害了川普，所以我们捧杀了川普。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应该不是啦。我觉得我们台湾地位没有这么崇高可是现在川普恐怕要仔细重新回去估算，他手上到底还剩多少筹码，他能够撑多久？他的国内你老是这样三温暖上下震荡，
再加上接下来它的货架都空了，它要怎么去应付这个局面？是它如果没有办法应付得了的话，这个暴动跟民怨是会直接起来的。那波音我觉得小 case，波音不会倒，你放心啦。第一个，那个 F-47的订单他已经拿到了，对不对？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波音是美国的公司，他怎么可能会让它倒呢？国家支撑住。对，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大家慢慢看戏。好，请教李将军。我觉得中美这次的关税贸易大战，如果说将它比作一场战争来讲的话，其实战争来讲，中国是做好战争的准备。这个在《孙子兵法》那句话叫做“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对不对？我做好战争准备。2018年，他就知道你川普不管是谁当选美国总统，一定跟他有一场贸易战，所以他已经在2018年开始，他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啦或干嘛，这叫胜兵先胜然后我再求战。但是我们看川普这次很明显的叫做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我一边打一边想办法来这个扭转战局。那第二个来讲，我觉得双方打到现在，我觉得很好笑。他好像在这个美国，川普好像在打梭哈，那种心态，就美国的打牌就是用梭哈嘛。这个你压多少，我10%，你跟不跟？我跟10%，我10%以后我再加20%，你跟不跟？跟啊！最后双方一直喊到100多%，全部欧赢进去。对，欧赢进去。然后，但是最重要，打梭哈有一点很重点，你这是唬人的嘛，这看谁的这亏谁比较大，对，谁敢比较喊。但是重点，你手上的是什么牌？那你如果说统花大孙，你这样喊没关系。但是我们现在发现说，川普我们发现他手上的牌是叫 AK9，这大无赖的牌是。那现在来讲，很明显被戳穿。所以我们看到中国这次来讲的话，美国来讲，你不管是自己国内的这种50501的运动，国内自己的抗议潮，还有你这些产业经不住不管是你的产业大豆啦，你现在卖不出去，而且中国还限制你不可以从巴西那边洗产地。那能源来讲，我们看到已经有60天来讲的话，中国不再跟你买能源。其实我认为说，中国跟你买能源，目的只是平衡一些贸易的逆差了。是你的能源不是特别好，也又特别贵。中国大有很多地方可以买。另外来讲的话，棉花也是一样。反观你美国来讲，你对中国的依赖你是少不了的，包括一个娃娃。你都需要那个头发，都需要中国来制造，你不能卖给小朋友玩具里面的娃娃没有头发。所以，我们看到中美这场关税大战来讲的话，我觉得川普来讲是毫无准备，想到哪里打到哪里，而没有一般全班的作战构想，就有点像打梭哈。那中国来讲，这盘关税大战有点像在下围棋，是全盘的每一个一开始他就全盘布局，我准备要怎么打，准备怎么样来做这场战斗。所以从这边我们就看得出来。中美这场关税大战胜负，从这边就看得出来，孰胜孰负。好，针对亚洲事实查核中心的指教，我4月19号周六呢，17的新闻大白话的节目当中的内容，里面的那个内容呢，谈到说这个节目的一些图卡未能及时澄清所呈现，美国的议员要从印度买牛肉，引起网友的反讽这个讨论。那现在呢，再度澄清这个同时段的节目的结束之前呢，政大的国关中心的研究员严正生老师呢，已经完整说明这个事情呢是网友反串讽刺美国的政府政策。那该时段的节目内容如下，我们来看看。讲这个所谓的这个 Campbell 议员其实是反串的反串，他说是加州第54选区选出来，加州只有52个选区了第54个是可能有算作把这个什么选举人团票算进去才有没有？但是他今天讲这些话，然后引起一些注意，就表示说真的有美国人会相信这个我们过去讲说丑陋的美国人对国际事务一无所知，也不想了解其他的国家。好，我们再看到美国的经济部分现在呢，川普是不是又发夹弯了？之前才说要炒掉这个鲍尔，结果现在呢说，哎呀没有了，没有要炒掉鲍尔，只是催促他快点降息。这个因为川普呢日前对联准会的主席这个鲍尔开炮说他慢半拍，还说他是大乳蛇。那现在传出说还说要开除他，结果引发了股市暴跌。结果呢，现在说，哎，没有了，都是误会我们也要开除他了，只是希望降息能够积极一点。那现在呢，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呢，现在道琼
涨了1016点啊，四大指数这个净扬将近2%。那川普说无意开除鲍尔，是不是也导致说，现在美股反而涨起来了？那美股涨了之后呢，黄金价格好像有点开始回落了。川普最新言论呢，安抚市场，结果金价呢从历史高点大幅回落，在亚洲交易的时段呢，由历史高点下跌，回落到3300美元附近。所以呢，现在变成黄金跌，美元美股涨，有这样的意味吗？那这件事情呢，是不是川普要找人背锅啊？所以现在有人分析说，川普在找背锅侠吗？因为现在川普为何狂批鲍尔？他在搞铺垫，然后甚至呢，即将到来的经济困境在找背锅侠。这个是共和党的前德州参议员，他直接讲说：“哎呀，大家都很想驰援啊，至少或许有人来背锅。”他指出川普暗示可能将鲍尔免职，是在贸易政策之外呢，再制造全新的不确定性。好，那现在呢，亲近川普的代价是什么呢？现在很多的美国科技七雄市值蒸发掉一个日本，哪7雄呢？包括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苹果、微软、辉达、亚马逊等等。川普上任3个月以来呢，已经合计大减了24%，直接蒸发掉4.2兆美元，相当于一个日本。所以这个影响非常的大。那马斯克是不是造反了？他现在喊话川普说：“哎呀，降关税才是好事。”居然马斯克要喊话川普，他们2个人不是很亲近吗？所以这到底演哪一出？大家也想去看。那马斯克怎么讲？他说降低关税是促进繁荣的好事，未来会继续主张降低关税，但关税决定取决在总统，他会权衡我的建议。到底会不会？大家继续看下去。那特斯拉现在利润暴跌71%啊，所以是不是马斯克紧张了？他说5月起少碰川普的政府事务所以看起来马斯克可能也要救自己了，先把自己搞定再说了。那现在川普呢在做什么呢？他在会晤这个零头巨商谈这个关税的影响。那沃尔玛说呢，会谈富有成效感觉上有一些成效，所以是不是有些成效之后呢，让川普有些底气能够讲这些话呢？那现在包括了 FT 表示说，川普政府你施压印度，给予沃尔玛、亚马逊等电商完全准入。川普呢打算向印度的政府来施压，要求印度呢允许美商的亚马逊还有沃尔玛等线上零售商呢可以完全进入1250亿美元的电子商务市场并且纳入了贸易谈判战的一部分到底有没有效？大家还在观望当中。那现在是不是印度也想取代中国？因为现在印度抢进范斯会莫迪深化经贸，还有包括外交关系，还要推国防合作。那大家可以看到画面现在范斯一家人在周2在粉红之城这个斋普尔获得热情的歌舞迎接大家看起来气氛算是蛮融洽的。那以文化访问的名义呢，来到印度的范斯在莫迪之间展开了双边会谈，不但为2国的贸易合作制定的路线图。那接下来呢，可能会在协定上呢也会有重大进展，同时致力加强2国在能源、国防还有战略技术上面的合作。那现在传出说美印接近的初步达成协定了，范斯说应该采购 F-35等武器还有能源来加强一些关系。言下之意没这么简单还是要你们买这些美国的武器等等他鉴于这个美印2国呢经常举行军事演习，那对印度来说呢，从美国购买更多军事装备是很自然的事情，包括 F-35战机。那美国呢也希望印度能够销售更多的能源。那现在印度你是不是软了？其遭批关税之王莫迪考虑将美国的高端机车的这个关税也给它取消是不是整个都趴下去了？那彭博社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说，印度正在考虑把美国的哈雷机车进口关税给取消，来换得美国更有利的关税谈判条件。那我们刚谈到那个范斯原来范斯是印度女婿他现在要谈这个贸易。那美国喊喊话印度黄金窗口取代中国，到底能不能取代呢？现在可能大家也要继续看下去。好，先请教邱毅委员怎么看呢？川普能不能换掉鲍威尔？他当然换不掉。虽然鲍威尔是他2017年的时候，他提名了鲍威尔担任美联储的主席，但是他要换掉鲍威尔，依照美国的法律叫联邦储备法，他是没有办法去撤换鲍威尔的，除非鲍威尔自己说他倦勤，他不做了。如果真的要换掉鲍威尔的话，
那就必须要有正当的理由，然后由参议院来做表决，才能够去罢免掉鲍威尔。可是从1913年美联储开始运作以后，从来没有一个美联储的主席是被换掉的。当然，在1976年曾经有个美联储主席，当时候因为尼克森要连任，所以他也希望能够降息。所以呢，就逼迫这个美联储主席把利息调降，可是利息调降的结果就发生了严重的通膨，而原来的衰退加上通膨，就形成了停滞性通货膨胀的困局。所以那时候那个美联储主席就成了背锅侠。可是这一次鲍威尔很精明啊，鲍威尔说，因为你川普搞了这个关税战，以至于美国有了通膨的压力。因为有通膨的压力，而且美国的经济，刚才我说过，国际货币基金的预测资料还没有很糟糕啊，所以没有到降息的空间。所以如果你川普一定要逼着鲍威尔降息，他是无法同意的。为什么？因为依照美联储的精神，它的历史上的传统，它要保持它货币政策的独立自主性嘛。它不能受白宫指挥，它不能受行政部门指挥，它更不能受成为美国总统的一个政策工具啊。所以呢，基本上川普是换不掉鲍威尔的。可是他这种撕破脸去羞辱美联储主席的作风，当然会引起美国投资界的高度的恐慌。鲍威尔后面有3大后盾，一个是华尔街，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国会。大家不要忘掉，鲍威尔是共和党里面很受到尊重的金融大佬，所以国会也支持他，民主党支持他，共和党也支持他。好，第三个就是美国的经济学家都认为鲍威尔是对的，有这3大后盾在后面支持。当然，他换不掉鲍威尔，但是他会引起大家对于美国现行制度的不确定感，会认为说美国总统在胡搞，所以才会造成美元、美债、美股3者并跌嘛，会造成大家不再把美国当成是一个可以信赖避险的指标。好，那么再者，贝森特当然认为说，希望这是一场持久战。能够撑个2-3年，看谁撑不住。美国应该有它的很好的这个底气，所以可以撑得久一点。但是问题是，美国明年要中期选举啊，单川普他现在马上面临上任100天，他就要交出成绩单了。现在没有成绩单了，连俄乌停战这个成绩单都交不出来。那另外呢，像关税战到现在打得一塌糊涂，民怨四起。现在多少人在气川普？除了刚才讲的经济学家以外，他最近不是又得罪了哈佛大学吗？哈佛大学的22亿美元的研究经费，就是因为不服从川普，要去掌控这个校园言论的一个目的，以至于呢就被川普扣掉了。那所以哈佛大学直接去告川普啦，直接起诉川普啦。所以基本上现在美国150几个大学，再加上1000多个大学的教授，现在都开始联名联署，要反对川普这一个违反美国宪法、干预校园民主、言论自由的一个做法。所以川普能够撑多久？现在连原来在大选中最支持他的红脖子劳工，跟美国中西部的农业州里面的农民，现在都开始在抱怨川普，很后悔当时为什么大选的时候会去支持川普了。所以川普到底这一场困局还能够撑多久？真的是未定之天。请教彬哥，哇，现在川普在找背锅侠，真的鲍尔是他的背锅侠吗？其实看到鲍尔能够这么硬气哦，我其实真的很感慨。同样是所谓的独立机关，我们台湾好像没有真正独立的机关，什么 NCC 也好啊，什么这些其他的这些监察院也好啊，这些大法官也好，没有一个看起来是独立，都直接被执政者操纵。所以鲍尔能够这么硬气，当然也是他自己本身很有底气，他自己有实力存在。所以现在就看鲍尔能撑多久，也看川普到底敢做到什么程度。我认为他应该是不敢，他这时候会缩怀，就表示他自己也知道
他去硬干鲍尔，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把整个事情弄得更糟了。所以他现在开始就放软。可是问题是放软归放软，他还是希望鲍尔降息。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麻烦呢。他如果川普始终这样摇摆不定，我是很担心美国经济会这样子开始就是回不去了，就一路往下坡走。那美国经济跟台湾基本上是联动，是。如果美国经济不好，台湾经济也不会好。所以我觉得我是很担心这一点。至于美国人怎么样，我倒不是那么担心啊。那可是现在呢，当初上了川普这条船的人，现在一个一个，你跳船也不是，不跳也不是。像马斯克最惨，对，马斯克一下子他特斯拉也是两边股价也不行，然后销售也不行，全部都不行。然后你高关税的政策对马斯克来讲，当然他对他这种全球企业根本就是个重击啊。对，请问一下，他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可是问题他自己本身又是政府部门的官员，所以他只好只能讲说，那我尽量少在政府部门的这个职位上待吧。只能喊话了。我觉得他大概也待不久了啦。是因为川普接下来持续往这条路走的话，会越来越跟他产生利益冲突，那个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马斯克如果懂的话，应该要赶快走，因为他接下来我相信他会被很多股东围剿。因为你把压力太大了哈，你把股票害惨了，你在搞什么鬼？利润都暴跌了哈。是啊，所以我觉得就看他能撑多久吧。至于现在美国要对印度施压，然后要让美国的电商产品进入印度，很好，你就这样去做，你就赶快去做。你们进入印度市场，你就知道印度会发生什么事。我跟你讲，这世界上有太多国家，因为印度人口多，是，然后市场大，很多人都对印度充满了幻想，觉得印度好像是个好地方。你真的去跟印度人做生意，你就知道，你进去，你恐怕你不赔了一屁股，你很难脱身。然后现在范斯他们想要去卖印度 F-35，老实讲，印度不一定会买哦。为什么？因为印度曾经被美国制裁过，是，所以印度会担心说，我跟你买了之后，你不要哪天美国神经抽到又制裁我，因为美国常常这样制裁别人，所以印度我看他自己要考量很多，而且你要知道，印度现在手边大部分是俄制的，或是法制的，或者其他这一些，你再加个美制的，是它整个后勤是更伤脑筋了。所以印度如果想要去买美制 F-35，我看中国大陆应该是非常高兴。是好，请教李将军怎么看呢？大家异想天开想要到印度去发展，印度当然大家看到认为它有14亿人口哦，那乐观的人会觉得，哎，你看它14亿人口是很好一个市场，或者是很好一个新的一个取代中国一个工厂哦。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印度有几个这种问题。第一个就是它的文盲率太高了，是它北部6个邦里面有将近60%都是文盲，然后全国有30%以上是文盲。那这种人力的素质，人是很多，可是人的素质怎么样？这确实堪忧。那尤其是说这个富士康当年来讲，被苹果要求说是你到印度去生产苹果手机，那确实富士康也去了。那时候富士康去的时候，就后来变成说一个这种中国的这种工程师要去教一个印度的工人，而且还很不好教，这一样一样去教他，就做出来品质。我想说大家应该都知道，如果说是我还记得当年 iPhone 14的时候组装 TV 出来，它只能给这个苹果只敢给这个低阶的iPhone 手机只敢给印度做，高阶的还是要在中国大陆做哈。所以从这边你就看出来人力的素质。第二个，它基础设施不够，基础建设来讲，我们都知道，你看印度到现在连火车的运输，我们经常看到印度最有名的就是人肉火车嘛，所有人挂在火车上面，还站在车顶上面，车顶上面，那代表什么？就是你连交通的设施都没有，这种基础设施你都没有完成，你谈什么去那个？第三个，它的法令实际上是很难让人家服从。他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印度赚钱，印度花，1毛别想带回家。就你就有这个顺口溜哈。哎，对，已经变成说，就是你印度来讲的话，他会用尽各种他的法令很多，钱流印度。钱流印度，而且他会想方设法。如果没有法令，他去设一个法，就是要把你钱留下来。是，那多少的企业界后来到印度去投资以后，都铩羽而归。我想这个因见不远啦。所以印度来讲，你不是这么厉害的，你没有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那边，他那个法令规章你没有搞清楚，你贸然进去，你赚的钱都留在印度，你1毛钱别想带回来。我想说，大家去看一下 ，Google 一下这个在印度里面这个做生意然后惨赔的这种很多的企业是这个样。那讲到他印度的军武也是全世界
最大的消耗。大家想到印度军武，第一个想到什么呢？是想到他的摩托车这个机车表演的车队。其实它有它的历史啦。为什么大家印度会骑摩托车？我利用机会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很奇怪？因为它是英国的殖民地。那英国以前在2次世界大战、1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的摩托车是在英国开始有的机动工具嘛。对步兵来讲，确实是很机动性高了。对，包括俄乌战争现在来讲，他们有时候机动很快速的机动、很快速移动来讲，都用机车。所以移民到印度去以后，这个印度就学他们殖民地的母国骑机车，就没想到后来变成机车的表演队是。那我们现在看看 F-35，如果说是要卖给美国美国要卖给他们，其实这个大家不要忘莫迪来讲的话，有他的这种厉害的地方，大家称之为莫迪老仙，又叫万夫莫敌大家不要万夫莫敌，万夫莫敌。是。那我在想，很可能这次万事去是不是替这个川普安排将来出国访问的时候，会去到印度去做一个访问。是好，川普不断大喊说美国优先，美国优先，大家这句话耳熟能详。那现在呢，有人帮他落实了美国优先啊。现在卢比欧宣布要重组美国国务院，砍掉132个办事处，还有裁掉15%的员工哦。为了落实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第一阶段的计划在美国境内削减大约15%的员工，裁撤132个办事机构，关闭全球上百个机构是川普重塑美国外交政策以及缩减联邦政府的一个最新努力。可是大家想问你应该要做的是这个处理俄乌大局怎么会处理这种小事呢？反而是像川普特使在动作的感觉，反而被网友嘲讽。那我们就谈到这个俄乌情况，那俄乌最新的进展是什么呢？哇！卢比欧怒了，宣布走人不谈。为什么走人不谈？全因为泽伦斯基拒绝被逼承认俄国吞掉克里米亚所以他直接走人。原定美国、欧洲跟乌克兰23号的停火协议展开会谈，结果呢，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临时宣布退出会谈，主要原因就是泽伦斯基拒绝川普提出了承认俄国控制克里米亚的合法性。那现在川普特使呢将跑到俄罗斯来会见普京。那白宫表示呢，这个川普的特使这个维特科夫呢，将在本周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就俄乌问题进行新一轮的会谈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这个泽伦斯基是不是有点孤立无援，好像没人要帮他讲话的感觉？那普京呢向川普抛出停战协定松口愿意停火让地达到和平协议。所以大家在想说，现在普京近期释出了停火意愿，传出就已经向川普方面提出说，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和平协议的话，俄军愿意停止前线暂停不再进一步推进。那这个时候呢，大家想说，那欧洲其他过去声援乌克兰的国家，现在怎么都不出声了难道是挺乎不言的吗？泽伦斯基说愿以任何形式谈判，但绝对不会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他讲话讲得非常的重。那怎么谈？看起来好像也还没有个结果下去。那现在对美国而言呢，美国的泄密门是持续在延烧当中因为这个赫格塞斯昨天被爆出说曾在不保密的通讯软体面当中包括他有他的老婆，包括他弟弟，包括他的私人律师，在群组里面分享攻击也门叛军的细节，就会引发争议。结果呢，川普反而去挺他力挺他。大家不要忘记这个过去这个幕僚长是曾经还访过川普了。那现在呢，川普力挺他当国防部长所以这个有一个脉络出来。那被曝泄密之后呢，美国国防部的人事地震，这个赫塞斯呢幕僚长调职因为现在多项人事之后呢，开始要做确认一些相关的事务，所以呢，在22号的时候呢，把他调职走了所以看出来川普的意见最大，谁都没有办法造次。那现在呢，这个赫格塞斯呢称泄密者是意图破坏川普的政策议程。好，那现在大家仔细看一下五角大厦怎么事情连连又出事了。那现在美国的国防部长说里面有内鬼怒骂记者说你们都是骗子。那美国媒体都说白宫已经在物色新的国防部长了。直接说你们都是骗子你们在这里专门编造匿名的泄密者的谎言，拼凑成新闻故事，我们都要厘清真相。好，那看到这个五角大厦出事之后，那美军现在感觉上也有点自顾不暇的感觉这个中国大陆的歼10战机罕见飞越
美国驻沙乌地的航母补给站啊，结果呢引爆的问题非常的多。我们看画面就知道，其实这个歼10战机哦，现在呢已经飞越过去了。那美国的海军呢，在这个关键的后勤枢纽，将舰艇停靠在这里。那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补给。这显示可能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行动，很可能在干嘛？收集情报。现在外界有这样的分析出来。那飞行6000公里啊，中共的歼10战机啊，抵达埃及参加参演。那传出呢，埃及啊空军有意来做购买的一个情况，那会不会买下去呢？可能也还是个问号。好，先请教邱毅老师怎么看？川普上任100天，转眼就到，而他所开出的100天内解决俄乌战争的问题，大概这个支票要跳票了。不仅是泽连斯基不满意，因为他可以承认，可以默许。克里米亚已经被俄罗斯占领的现实是，但是你叫他白纸黑字，那或者公开讲出来，他可能就会被乌克兰的爱国青年可能就把杀死在基辅的独立广场上面啊。这是俄罗斯的前总统梅德韦杰夫说过的。是，所以泽连斯基不会同意的，而且美国也到现在为止没有给乌克兰一个安全保障。那乌克兰不会同意，俄罗斯会同意吗？普京当然不会同意啊，因为不是只有克里米亚，它还有4个州啊，4个州大部分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基本上90%都已经被俄罗斯俄军占领了嘛。那另外像扎波罗热跟赫尔松，也有50%到60%是在俄军占领的范围之内嘛。他为什么要只同意克里米亚呢？他当然希望全部都是他的，而且他也希望把战线再拉长啊。他战争正打得顺利的时候，再加上他要乌克兰非军事化，可是现在在美国提出的初步的协议内容里面，就有让欧洲的军队要进入乌克兰啊。这一点的话，普京怎么会同意呢？所以乌克兰不同意，俄罗斯不同意，那欧洲会同意吗？欧洲也不满意啊。欧洲觉得你等于这个没有得到欧洲的背书，你也等于牺牲了乌克兰，你讨好了俄罗斯，讨好了普京，那基本上欧洲也觉得对他们的安全也有顾虑啊。是，所以这3个无法摆平。我认为这张支票，这个川普笃定是要跳票了。那至于说川普已经把卢比欧当成是他内阁的边缘人吧，所以卢比欧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只能做小事情啊。是，那至于说他把视为心腹亲近的这个赫格塞斯，赫格塞斯也是一个，我不用250形容他，也差不多了。连到参议院，人家问他东协是哪几个国家，他都讲不出来啊，他都不知道啊。好，那你现在又面对了当时那个非常荒唐的泄密门，基本上川普上来以后，这3个月唯一正式宣布美国用军事力量，然后调了2个航母战斗群到红海的，就是对胡塞武装嘛。对，可是已经发生了2个阶段的泄密门。第一个阶段很荒唐，是白宫的国安部门沃尔兹，然后硬把一个大西洋月刊的总编辑戈德堡把他纳到群组里面来，以至于把所有对胡塞武装的作战计划、行动方案全部公诸于世。这本来就荒唐的不得了。好，那现在又发现他还有2部曲，还有第2回合，就是美国的防长赫格塞斯竟然有另外一个群组，刚才主持人说的，有他太太，有他弟弟，还有他私人律师，他等于在泄密1次啊！是你等于川普底下这么重要的国安顾问，这么重要的国防部长，竟然在美国到目前为止，川普上台以后唯一的军事行动，打得乱七八糟、七零八落，而且还发生了这么严重的泄密门的事件，你不觉得川普这个内阁螺丝全松了吗？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来请教一下彬哥哦。现在你看欧洲都没有讲话了，是不是过去挺乌克兰的，现在通通不演了？你美国都跳出来，我欧洲干嘛讲话？这个锅当然你自己去背啊。是，那我觉得
我想大家都已经看得出来，现在川普根本就是被普丁耍得团团转，你根本拿他一点辙都没有。现在川普大概也不再敢再提说什么24小时解决这个问题了。那你看普丁呢？他明明知道泽伦斯基不可能答应这些条件，因为刚崔委员也告诉大家，泽伦斯基答应了，他就再见了，他就直接被人家干掉了。是，所以他不敢答应这个东西嘛。那普丁也知道这个，他不可能跟泽伦斯基达成这个协议，可他就故意把这个条件丢出来。我愿意呢，我现在你如果愿意承认我现在占有的地方，那我愿意就停火啊，甚至和平谈判都可以啊。然后他把这个锅丢给川普，意思是什么？你去跟他谈。是。那问题川普怎么跟他？你谈不起来嘛，就是这样嘛。要这怎么谈？对啊，所以就被耍啊。那普丁今天又出招啊，他说没关系，那我们单独跟乌克兰谈也可以啊。我也愿意停火啊 ，OK 啦。怎么谈？是，所以普丁不可能放手的啦。不要说克里米亚他早就不可能，他现在就那4州我都要吞下来了。就看你泽伦斯基要不要嘛。那不要的话，我们就继续打，那看你能怎么办。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大概是拿俄罗斯没辙了。我最好笑的就是大家记不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川普还说，普丁如果不愿意那个尽速达成停火谈判的话，我要加他的关税。后来讲完之后才发觉，俄罗斯没跟他买东西，加不了哈。所以就是我觉得川普对整个俄乌的情势他根本没有去仔细研究过，他根本不知道这中间错综复杂的问题，所以他现在大概自己也是讨个包在修，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可是问题来了，问题是他自己团队的问题，我觉得比乌俄问题对他来讲更棘手。他的整个团队基本上没有保防观念，大家都在乱搞。昨天不是又发生一个国土安全部部长皮包被人家偷走，这什么鬼啊？你负责国土安全，结果你自己的皮包都保不住，你怎么去负责国土安全？这不是个笑话吗？然后你的国防部长完全不知道什么东西是机密，什么东西该跟人家讲，什么东西不该跟人家讲，每天在那边乱搞。然后我觉得更糟的是什么？泄密也就算，泄密人家还可以帮你 cover 住，还可以说这是外界误传干嘛？结果你在记者面前表现得完全像个小鬼一样，对，还呛记者，丢人呐！真的丢人呐！你这样讲，感觉上就是你的秘密真的被记者掌握了嘛？不然你干嘛这么气急败坏？是，对啊，你大可以微微一笑说，就是那个外界这些传的都是谣言，我们大家不用太在意，这样讲就过去就好。对啊，这就结束了。你这么气急败坏，就表示真有这回事嘛？不然的话，你干嘛生气呢？是，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个团队如果再不赶快整顿了，他自己会遇到大麻烦。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晚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来请教一下厉将军怎么看这个中共的歼10抵达埃及参加军演？我跟你讲，这次美国吓坏了哈。第一个，我们看演习地点在什么地方，讲一讲埃及，埃及旁边什么苏伊士运河跟红海，是，所以这个是现在来讲很多，就是中国就做给你看。第二个来讲，我们这不是只有歼10你看是一个完整的空中战力过去包括到歼10战机，对不对？好，我们看到运油战机，运20运油是，然后还有5架的运输机，还有一架空警500可以说是一个完整，从雷达到运输到后勤到维护保养。过去整组在那边，一条龙过去了。我到那边以后，我立即可以实施空战，是可以空战。第二个来讲，我们要看这个重点是什么？它怎么过去的？你知道歼10战机不可能飞那么远，对，那一定是经过空中加油，或者是中间过程的加油。那经过哪些国家？这学问就来了对，代表中东地区来讲，这些国家跟中国有很多的关系战斗机过去跟一般的这种民航机是不一样我们不管它究竟是从巴基斯坦或者伊朗或者阿富汗或者是这个沙特来讲的话，代表它这些国家来讲，这个空中都让它战机经过，甚至于提供它空中加油。